1件5文，2件10文，3件15文，43件215文。我了个亲娘嘞，手都快洗没了，才215文！老天爷下点银子行不行？杀了我！我的老天爷！帮我买鹤顶红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们把我卖了，让我去服侍男子，我做不到。让你去服侍男子？你放心，我已写下遗书，无人能怪罪于你。你只需要帮我买鹤顶红。鹤顶红，这得洗多少件衣服？就这点钱，换个便宜的死法行不行？上吊免费。剩下的归你。老天爷，天上真掉银子了！大公子，您放心，3天我一定把鹤顶红给您买来，正宗配方，一口见效。扛猪肉都没这么累。说起来，上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人还好好的。姐，我们以后吃啥？大户人家需妇人浆洗衣服，共吃共喝，每月有200铜板。有没有人想去公子的院子扫地？活儿轻省，他不举手，那可是肥差，得先送管事1两银子。俺没钱，洗衣房也挺好，有口热水就不错。丫头，你不累啊？笑得这么开心。不累，1天3顿饭，隔2天还有肉吃，比家里强多了。今天这天真不错。是啊，难得休息1天。丫头，这是今天的工钱，拿好。10个，加上之前攒的，也凑凑。哎，等等，劳烦您帮我带回去，跟我弟说，让小妹看大夫，别省钱。行。还有，窝窝头省着吃，别1天全造光了。你说你争点气行不行？你的手都冻坏了，会糟蹋贵人的衣裳，辞退。我这手糟蹋衣裳，我这手是洗衣房最值钱的东西。哼！别烂啊，烂了我真没饭吃了。大公子。大公子，求你不要辞退俺啊！奴婢命苦死了，大人。俺家里还有4个孩子等着奴婢养活，你要是辞了我，他们全得饿死啊！传我的话，天寒，往后洗衣房都用热水。是。不辞退我？手炉你拿着，暖暖手。这是给我的，真是不知世事的公子哥，我哪里像是买得起炭的人？还有股香味儿，热水不要钱，但这个，大公子对不住了。这花纹8两。啊，这花纹才值8两。小姐，这看着好似公孙府家的手炉，怎么会在这当铺上？过去看看。9两，多1两都不行。15两，卖不卖？成交！太好了，有了这15两，小妹的腿就能看大夫了。听说了吗？公孙府大公子去江夏赈灾了。江夏？那地方不是发大水淹了吗？大公子去江夏赈灾，能活着回来吗？算了，关我什么事？
都别洗了，主家要变卖家产，所有人今天结账走人。大公子出事了，贪墨赈灾粮，要杀头，主家倾家荡产也要捞他。怎么可能？别说了，收拾东西走吧。依托大公子的福，这2月洗衣都是用热水，那样好的人怎么会贪墨？贪官，连赈灾的粮食也贪，打他！严惩贪官！瞧瞧，这就是那个为了惊吓百姓开造房梁的傻子。听说他与家人割袍断义，不愿连累家人，他家人也傻，舍不得放弃他。我的玉啊，老娘看着你。丫头，叔瞧你衣裳洗得好，百花楼缺人洗衣，1个月500铜板，愿不愿去？百花楼，新来的，记住了。要想干的久，少听少看少管，记住了。还有，楼里的姑娘分3、6、9等，下等的姑娘没资格让你洗衣，你只洗头牌和红牌的，或者轻省，别不知足。什么状元，现在连个屁都不是。扔这儿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听说他家人倾家荡产也填不上那个窟窿，就被发卖到这儿来了，腿还断了，让就搁着百花楼最下等的侧院。竟然是大公子，他竟然被卖到这里了。要想活干得久，就要少听少看少管。当初遥若天上月的大公子，却向我求死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秦芳好，骗我，我根本没死。醒了？为什么骗我？喏，你不是要以死明志吗？用腰带也是一样的。找根房梁往上一挂，腿一蹬就完事儿，何必花那冤枉钱？那我给你的金子呢？我拿去买粮食了，我用它换了20斤粗粮，够我家吃半个月呢。要钱没有？要命一条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连将死之人的钱也要骗？你可考虑清楚啊！我听说上吊之人啊，模样最是丑陋，舌头伸老长，眼珠子凸出来，脸憋得发紫。你长这么好看，死成那样多亏啊！还不如留着这条命为自己伸冤呢。秦芳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们自己都吃不饱，你又捡个残废回来？我不管，姐，你现在把人扔了。那个手炉是他上的，要不是那个手炉当了15两，小妹的腿也不能找大夫。好啦，帮姐姐拿走。你可想好了，饿死的人比上吊还难看。秦姑娘，我知道你这么做的初心，但我心意已决。那你也先吃饱了再死呗。怎么，他还是没喝啊？哎，这人可真倔，再饿几天，我看他喝不喝。给我搜，里里外外一处都别落下。最近被卖来的那个犯人不见了，你有没有见过人？最近被卖到这里来的犯人，妈妈，我不知道你说的犯人是谁。秦芳好，那人是朝廷送来的，找不到我可是也要被罚的。若你能帮我找到，我许你10两银子。10两？放过我的孩子！要真说出来，俺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妈妈，这人就是个骗子，我亲眼瞧见那人去了他的屋里。好你个爱签到的，平时在百花楼你就处处跟我过不去。江红，不过是上回我替头袍跑腿买胭脂，没给你补衣服你就怀恨在心。你说他去了我屋里，我还见过他去了你屋里，你那时不还柔柔弱弱的唤他哥哥？查，
妈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的老天，还好没有被发现。大公子，你欠我一次人情。这春红就知道针对我。姐姐，你回来啦！阿叔，你怎么在外边？大哥哥说想见你，嘿嘿。天气这么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给大哥哥送点吃的，我看他已经好些天没吃东西啦。这么晚了，先回去吧，外面冷。怎么，终于舍得吃啦？你妹妹的腿是天生的？娘胎里带出来的，大夫说治不好，能走路就不错了。当时在逃荒的路上，一直都是程泽背着她走。别怕，哥在。他们是从江下来的。他们挤在人群中，小小的一个，还无依无靠的。哥在，哥在，别碰我妹妹，别碰我妹妹！江夏最后怎么样了？洪水倒灌了，地没修好，一夜之间，半个城都在水里，很多人都没跑出来。我那时也在逃荒的路上，听到哭声，就一直找过去。还好吗？小妹到现在也特别感谢那位开仓放粮的大人，他救了许多人的命。后来陈泽亲手给小妹做了个轮椅，歪不歪？不歪。他们说，没有那位大人就不会有今天。秦姑娘，我不准备寻死了，但是我想离开。离开？你有落脚的地方吗？暂时没有，但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。我的身份一旦被发现，你们也会遭殃。若是担心身份问题，我倒是有办法。这就是你那死鬼男人？你不是说你男人战死了吗？没死没死，他当时受了重伤，被人救了。你家男人怎么黑成这样？战场上太阳晒的，天天日头底下打仗，能不黑吗？养养就好了，养养就白了。真的？行，我待会儿给你落户。你男人叫什么？完了，只知道他是公孙府上的大公子，压根儿不知道他叫啥名儿啊！秦方好，你不会连自家男人的名也不知道吧？哪能呢？只是我没念过书，不晓得是哪几个字。我的名字叫于孙，于孙是我的化名，我的真名是公孙玉。你救了我性命，我不能骗你。公孙玉啊，但我留在这里不能白吃白住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能做些什么？爷，你说他能行吗？好，选手已就位，大公子已经拿起了斧头。我的老天爷！好，大公子拿起了水桶，他能成功打上水吗？
姐，这真的能吃吗？姐，他到底能做些啥？砍柴不会，打水不会，做菜也不会。快去找大夫，大公子伤口恶化了。还要多久？快了，就在前面。这么疼！姐，大夫来了！你醒了？秦姑娘，你们昨晚一直守着我。你昨晚高烧不退，早知道就不让你做那些了。你腿还伤着，搞得像我们欺负你一样。程泽，他昨晚冒雨去请的大夫。你们这样不值得的。值不值得，我们说了算。那这样，那个。既然你也觉得不值得，那你以后双倍还给我吧。啊！我这条命就值3两，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财迷，还不如欠卖身契呢。走吧，喝粥，程泽他们还等着我们呢。快来喝粥，还热着呢。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大公子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扯，辰宿列张。天地玄黄。程泽，你怎么了？疼，姐，我不疼。子苏往，秋收冬藏，寒来。一个送柴的乞丐也配听课，脏了学堂的地。程泽，我记得你曾经说你想做账房先生。是姐姐没用，没事的，一刀最差的只要10文，够我们吃3天粗粮呢。秦姑娘，我可以教授责任字。若是你想学，也行。真的？你能教我？听说学堂的先生是秀才，我12岁中了秀才，18岁中了状元。那行吧。我勉强学学，你若是教不好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先生。好，你看信字，人言为信，人说的话要能立得住，才算得上信。勇字，上面是甬道，下面是力。真正的勇敢，是在狭路上仍有前行的力量。老师您坐。自此，程泽成了公孙玉的小跟班。老师，陆嘎，我服你。不必如此，你就让他做吧。这孩子是在用他的方式谢你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那你写一个。
还行，再写一遍。姐，老师今天夸我有悟性。那个公子也不像我想的那样，什么都不懂。老师，您让我打听的公孙家被抄了，太子求了情，只抄家没问罪，一家人不知去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。知道你要偷偷跑，我得走了，留下来会连累你们。带上，你那鞋底磨穿了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你发烧那几天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盘缠不多，省着点花，够你到下一个镇子，再远就不够了。我得去找我爹娘。抄家以后，他们被赶出京城，不知道流落到了哪里。我要是还活着，就不能不去找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但得找。来，欠条不能忘，到时双倍还我。齐方好，你就不能让我感动超过3句话吗？感动归感动，账归账，两码事儿。我的三字经还没认全呢。也不知道他回不回来。完了，朱红呢？哟，官爷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喝茶还是？前些日子送来的那个人呢？哪个人啊？姓公孙的，朝廷送来的。官爷，不是奴家不好好照顾人，你们送来的时候，那人就要断气了，没2天就没了。没了？可不是嘛，奴家还想靠他赚银子呢，结果呢？千真万确，官爷不信，可以去乱葬岗翻翻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帮他遮掩？你年纪还小，我老家在江夏，那年大水，我老娘还在那边。洪水倒灌的时候，是那位公孙大人开仓放粮，粥棚搭了7天，我老娘领到了粥。我老娘今年70多了，还活着，就是托他那几碗粥的福。所以啊，就当结个善缘。若是他能起复，那是更好；就算不能起复，就当偿他的人情。公孙玉能逃走，或许是他故意放水，他不想给自己惹麻烦，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找了几天，找到了，我妹妹。她怎么不说话？她叫公孙思，跟程叔差不多年纪。可以留下我妹妹吗？我会给生活费的。行，记得打欠条。疼不疼？好了。他一直不说话。我叫程叔，衣服给你放这儿了。像样了。秦姑娘，你是我们兄妹的贵人。少来这套。你这是欠条。怎么变得这么主动了？我想买些纸。你说什么？最便宜的就行，我用来抄书卖钱。公孙玉，你还当自己是公子哥呢？一刀只够我们半月的伙食了。我知道，我会赚回来的。家里都没有书，你怎么抄书？不会还要我买书吧？不用，书就在我脑子里。拿去，最便宜的10文，多的没有。你最好能给我把钱赚回来，否则欠条再加1张。放心，
80文？你这字竟然能卖80文？字是好字，可惜纸太差，出得起价钱的学子看不上这纸。真是世家公子，半点不会当家。一斤肉能换多少粗粮啊？你难道那么……秦芳好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让你吃饱饭。谁要你养？又没说是现在，以后。以后也不用，我自己能挣。那你挣的钱用来做什么？买地，当地主，天天吃白面馒头。馒头不顶饱，得配肉。肉贵，所以我买。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买了还是花我的。那你买肉，我写欠条。这也写欠条？晚上吃红烧肉。开荤了！老师，我帮你磨磨。你功课要紧，发蒙晚，更需加倍努力。我来，你写字去。你也不会磨。加水，一点一点加。多了，还是多了。力气要匀，快了莫粗，慢了莫淡。什么时候开始用左手的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教我认字吧。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个是庄，装东西的装，庄子的庄，庄子你知道吧？知道，姓庄的。姓庄的，这个字念子。子，儿子的子。对。这个呢？齐。齐大非偶的齐。你读过《左传》？没读过，听人说的。连起来念。庄子的儿子齐。不对吗？笑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没，你念的很有创意。这书叫《庄子齐物论》，不是庄子的儿子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念的太快了，我没来得及。跟我们不一样，迟早要走的。这是什么？三字经。给程泽的。给你的。先生真偏心，我三字经都要学完了，也没见给我写课本。先生不是说初学写字用沙子就够了，没必要浪费笔墨吗？怎么轮到姐姐就不是浪费了？此一时彼一时嘛。你刚学字那会儿，家里哪有钱买笔墨？你姐姐是女子，哪能像你那般糙？你就宠她吧。谁做的？程泽，你手什么时候这么巧了？不是哥哥，是渔夫子。怎么不是我？明明是我动手的。是渔夫子手把手教你的。我看过木工书，记在心里罢了。动手的还是程泽。谢谢。砍柴都能伤着手的人，能坐轮椅。看过木工书就记在心里了。博闻强记，过目不忘。唉，这样的人终究是不属于这里。150文，他抄2天书，比我洗10天衣服。读书真值钱啊！要不我也学学练字吧。哥哥，先生教你呢。真的？老师教我。姐，你看，这是老师送给我的千字文。姐，我想拜先生为师。这小子倒是有了男子汉的气质。他的身世我是知道的，说起来，他家的底子比公孙玉也差不了多少。去吧。去哪儿？去找他拜师啊。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说一遍。
去，别怂。我不能收你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。我不能做你的先生。姐姐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批？睡不着。他不要我，他说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自己的。程泽，不是你不够优秀，先生才拒绝你，他是不想连累你。真的？你看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心情好些了？去睡吧，不早了。姐，你也早点睡。虽然没师徒缘分，我还是很看好你。你有天赋，有毅力，该有很好的前程。目光可以放长远一点，不要局限在做个账房先生。以后我还是会教你，你有不懂的也可以问，但是别拜师，我不想成你的污点。先生，就算没名分，我心里也是认你为师的。他日我若能功成名就，定会为你翻案。秦姑娘，我不是故意想偷听。我知道，你本来准备走的。我看到了，你在那里好一会儿了，后来没走。谢谢秦姑娘的理解。你站这儿干嘛？乘凉。这个天乘凉？之后几天，每次去百花楼洗完衣服回来，总能在村口看到那个影子。而我也会在他熬夜抄书时，默默端碗热汤放在桌角。谁也不说破，却又心照不宣。然而公孙思还是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这绣的是花，是梅花。你绣的挺好的，要不以后帮家里干点绣活吧，能卖钱。你绣的是梅花，我也想学，姐姐不会教。套针，之后，程叔每天都推着轮椅到公孙思旁边，有时带着自己的绣冲，有时就坐着看。这个叶子是不是歪了？叶尖应该往左。原来是这样。他俩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不知道，就这几天。绣给我的，你什么时候绣的？姐姐，那是什么？公孙思绣的帕子。我看看，绣的真好。这帕子哪儿买的？朋友绣的，针脚细，配色也好。哪家绣坊的？不是绣坊，自己绣着玩的。你帮我问问你那个朋友，这种帕子我要买，一个月上100条，一条给10文。10文？比市价高1倍，前提是每条的绣工都得是这个品质。怎么，怕我给不起钱？不是，我得回去问问绣的人，他不太爱跟人打交道。行，你问问，问好了来回我。今天百花楼掌柜的看到你绣的帕子了，他说想买，一个月上100条，一条给10文。10文？比市价高1倍。你要是觉得不想卖，我就回绝他，没关系。我不是出自大户人家，但也听说过大户人家对女儿绣手管的紧，轻易不示人的。卖，
你不用跟你兄长商量一下吗？不用，我现在又不是公孙府的小姐，哪里还能摆千金小姐的谱？只要出得起价钱，管它是百花楼还是什么楼，都卖。那行，明天我跟妈妈说。公孙思，你绣的梅花，妈妈说是好绣手。定金，妈妈给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方好姐姐，我可不可以把爹娘接过来？那你爹娘在哪儿？临县。你知道？你一直知道？我不敢说，我和哥哥都靠你养着，我张不开嘴。现在我能赚到钱了，绣佩子一个月能挣好几两，我想把他们接过来。他们在临县过得怎么样？我爹娘最开始摆摊，但是恶霸总来掀摊子，后来卖绣品，人家一听是公孙家的人就不收，我们一家被人针对了，那群人记恨我哥哥，找不到他就找我爹娘出气。你知道了，公孙思想把他爹娘接过来。他之前就跟我提起过，但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他们被人针对了，摆摊被掀，卖绣品被拒，那些人恨你，找不到你就找你父母出气。他们本来不用吃这些苦。没事的，我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。明天我就去临县接人。孩子，错的不是你，你可曾想过弃父？谈何容易，孩子不做指望。余生且偷生，有现在的平静日子就不错了。别！你倒是帮我拦一下。谢谢。此后教导承泽的事落在了公孙老爷的身上。读书不能图快，字要一笔一画写，书要一句一句读，横要平。再来，承泽要想有成就，不能一直用沙盘写字。科举考的是文章，也是书法，想让他出人头地，花钱是少不了的。我不学了，我就用沙盘写字，学点看账的本事，做个账房先生就行。读书是儿戏吗？想读就读，不想读就不读。记得你去书院送柴偷听课，那些书生说你什么？说你是叫花子，不配听先生讲课。现在的机会多难得，你还闹脾气。姐，你别哭了，我错了，我学还不行吗？我只是看你那么瘦，还要供我读书，我心里不好过。老头子，你干了什么？把他们姐弟都弄哭了。走，伯娘做了素丸子，尝尝。伯娘，别说了，先吃。烧成这样，你不叫我？妈，公孙玉，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？找大夫。你腿不疼吗？疼。疼你还跑？不跑你烧坏了。关门了。烧了一夜了。半步钱，拿半步钱就想让大夫风里雨里赶过来给你看病，这钱还不够给大夫买双鞋。走，别挡着门口。
公孙月，你放我下来。怎么了？没人。回去，不吵了。哪来的叫花子？离本小姐的轿子远一些！公孙月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你骗人！掌柜的，我可以抄一本《虚斋明堂录》，你先支我10两银，可否？于书生，你若是有现成抄好的书，我可以出10两文钱买下；没书的话，最多给半两定金。算了，回去睡一觉就好了。以往也不是没病过，哪里就金贵到花10两治病？不行，你自己看不到，你脸半点血色都没了，不仅要看病抓药，回头还得买些补品好好的养着。放好，对不起。看病不要钱，抓药不要钱，买补品不要钱吗？真是个不当家的世家公子！我头晕目眩，无力与他争辩。是虚珠明桃录，我要500两银子给我吧。这书小店也要收的。在下姓崔，祖父大寿，正愁找不到寿礼，正好祖父对虚斋明桃录慕名已久，公子愿意割爱的话，小生感激不尽。不是真本，我还得回去拓写。那3日之内能交吗？没问题。你留下跟着公孙先生，有什么事帮着跑跑腿。这个人是不是脑子不好？500两说给就给了。他识货。你干嘛？多谢掌柜的介绍。你给的也太多了。我怕他使坏，而且400多两够我们花了。400多两，你知道我洗衣服要洗多少年吗？娘子这手上的伤是冻的，老毛病了，要治也能治，得用好药，用最好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开方子，连手背上的陈年老疤都能治，保证跟新的一样。手背上的伤不用管。要用什么药？多久能好？会不会留疤？别花这钱呀，这么贵，你知道我要洗多少年衣服吗？你还不如把这钱留着给我，让我少去洗几年衣服。走了，回家，不治。你手好了才能洗衣服，不治好以后还是得花钱抓药，哪个更亏你自己算。那以后你别洗衣服了。行行行，以后都不洗了。娘子的夫君真会疼人。不是，都是已经成婚的人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嫁了这样的夫君，娘子就偷着乐吧，哪里像我家那榆木疙瘩，年轻就是好。我家那个，你姑的，你又乱花钱。大夫说你是风寒，不能再吹风了，我们不差这点马车费。谢谢，我们到了。到了。你耳朵怎么红了？晒的。夕阳也能晒红？
良药苦口。我来吧，你歇着去。不用，之前我腿重伤也是他照料的。我的天，他不会误会了什么吧？虽然他的病确实是我照料的，但是给他擦身体之类的活，我都是叫承泽啊。可他不说明，我该怎么体？我该怎么跟他说，他的衣服不是我脱的？公孙玉，你替我辞了百花楼的活？你病还没好，我病没好跟辞活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答应的，在医馆你说以后都不洗了。我那不是哄你吗？但我当真了。你让我拿什么养家？别动，药还没喝。不喝，工作都没了，喝什么药？老鸨让我转告你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随时可以回去。真的？所以先把药喝了。以后不准替我拿主意。有什么事要先跟我说。好。别以为你照顾我一次就能替我做决定了。不过，谢谢你啊，公孙越。于公子，我家公子又派人来催了，您什么时候开始写啊？你快去吧，正好我觉得困，还想睡一觉。公孙先生，崔公子送来的文房4本，诚心堂的纸，徽州的墨，这一套不止500两。这崔公子家里有矿吧？公孙先生，您看什么时候开始写？小的伺候着。到时辰了，快去写，500两呢。公孙越，你再不回去写，人家书童该哭了。娘子，您帮劝劝吧。伺候我吃饭，难道比那500两银子还重要吗？崔公子又送了。公孙越，我可以帮你管着。给你，都给你。你就不怕我拿着跑了？你跑不了。为什么？这人是真不拿钱当回事，也不拿我当外人。500两哎，能干些什么呢？秦娘子，我们妈妈问您，上回那种绣帕还有没有？有了，开绣品店。有，你回去跟妈妈说有。李正，你帮我放话出去，谁愿意做绣活的，可以找我，我按制定价。你这丫头从小就出息，我家那个丫头手还算巧，能不能跟着学学？行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学刺绣可以，学好了可不能在我家铺子的5里之内开铺子。那肯定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妈妈，这么早？怕给你带来闲话，趁着没人过来。这批比上次的还好，谁绣的？公孙夫人，还有公孙思，这些我都要了。春红攀上贵人了，你小心他。我又没得罪他。我怎么得罪他的？从进百花楼他就看我不顺眼。兰儿姐跟我说，当初春红有个亲戚想来洗衣，试过工懒，洗不干净，被郑世鸟给辞了。恰好那天我进去了，春红就以为是我买通了劳保，挤走了那个亲戚。我哪有钱买通劳保？我连买通自己的钱都没有。这是秦方好开的店吗？听说掌柜这儿的绣品还卖给百花楼，你不知道百花楼是什么地方吗？开门做生意，来的都是客。这位老爷，您可有满意的绣品？好一个来的都是客！王老爷您瞧瞧，这针脚粗的，这配色俗的，也就骗骗百花楼那些不上台面的，也敢拿出来卖钱。20文啊！16多子图，公孙思绣了3天才绣完的。我不愿低价卖出，标了50文的价格。春红想撕扇面，无疑是在挖我的心。住手！
怎么，我的人碰不得你的东西？你这铺子卖的货次还不许人说？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，怕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烂线旧布，以次充好吧？王老爷，东西的好坏容不得你空口白牙的污蔑。左邻右舍、过往客商都有眼睛。你怕是不知道老子的身份。老子加入了商会，老子就是这样的眼睛。我说你东西烂，它就是烂的。陈红，哼，好热闹啊！你是商会的，我记得商会有明确规定，不能以大欺小。这绣工不似寻常粗劣之物。王老板见多识广，许是看走了眼。或许王老板是存心来闹事。刘会长知道吗？你是？我不过无名小卒。无名小卒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来管老子的闲事？这铺子卖次货，老子说砸就砸，识相的给老子滚开，不然连你一块教训！你往后站着。就是，哪来的穷酸也配跟我们老爷说话？贵人殿下出游，闻此处有商贾纠纷，口出恶言。贵人问：是店家欺客，还是客欺店家？回贵人的话，并非纠纷，是这位王老板携女眷前来，质疑店内绣品粗劣，店家在此并未有欺客之举。王老板可龙昌号的王东家，商会刘会长日前还赞王东家诚信经营，乐善好施，提名让你竞选皇商。今日看来，王东家的乐善好施的方式颇为独特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冲撞了贵人，这铺子的损失在下照价赔不，2倍、3倍赔偿。把头上的首饰摘下来，快点！哦。店家收取赔偿便是。怎么有种感觉他是在帮我？可我又不认识他，更不认识什么贵人。走吧。完了，他之前在百花楼见过公孙玉的，该不会认出来了吧？太子殿下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？公孙长公子，真是好久不见。殿下，我那天去崔家，看到了崔公子献给祖父的孤本，认出了你的字。你好歹也是我从小到大的伴读，至交好友，竟然不告诉我你还活着。你小子，我还以为你真去乱葬岗了，给你弄了个衣冠竹，还赔了几滴眼泪，白流了。我是来请你回朝堂的，朝堂有意帮你平反。平反？你犹豫什么？如果我是一个人，我不怕死，可是事实我不想父母妹妹再跟着我吃苦了。那你现在是白身，下次秦姑娘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当如何？他本该驰骋官场，如今却困在这里，连累家人受苦。玉儿，当年你15岁中解元，何等风光！爹爹压着你，等你年满18再科举，只为一举中1甲。你果然中了状元，不出所料的光宗耀祖。谁知道是孩子让祖宗蒙羞。不怪你。不过，孩子，你不能因为一次挫折就断了脊梁。程泽的户籍在江夏郡，他要参加童生考试，只能回原籍。我请公孙老爷陪程泽去江夏，顺便再帮个忙，采购江南的绣品。你是让我陪程泽考试，还是让我去进货？都去，两不耽误。姐，考上了，考上了，秀才！万民伞，江夏郡那些年开仓放粮救过的人，一家一户去签的。路远，有些人走了几十里地，就为了把名字写上去。万民伞才是我请公孙老爷走一趟的主要目的。公孙玉要回朝堂，但不能带着污点回去。有了这万民伞，他的案子重审起来，赢的几率就大了很多。姐，没事了，老师没事了，案子审完了，主审官是太子公孙玉。老师他不仅无过，反而有功。太子当着满朝文武说的，把名字从罪册上勾掉了。真的？还有，公孙老爷也官复原职了，他们要搬回了公孙府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碰到后娘了，街上她带着丫鬟认出了我，她爹升官了，京官。后娘说要接我回家，我不愿意。可是哥哥，公孙老爷和公孙哥哥以后都没空教哥哥了。若是哥哥能回去，就能得到名师的指点。哥哥为我付出那么多，我不能耽误他。方好，我们一家子都受你的恩惠，你给我们一个机会，
以后我就把你当亲女儿。伯娘，您认程山做干女儿吧。他们兄妹俩从来没有过什么好日子。我希望夫人您能举荐程泽去太学院读书。当然行。谢谢夫人。是当年买下手楼的贵女，所有绣帕都给我包起来。真的？好嘞。姑娘，一共是84两5钱，您给84两就行。你就是秦方好？我好像没得罪过他吧？难道是觉得手炉卖贵了，想找我要赔偿？姑娘有什么吩咐？听说就是你蛊惑公孙玉，让他娶你。这是哪里的话？姑娘听错了，还是认错了人？公孙玉作为世家公子，怎么可能会娶我？我有自知之明。他落魄时，因我的救命之恩与我相交，他重回朝堂。我一个无权无势无父无母无才无貌的六无女子，拿什么入他的眼？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我就说公孙公子是明月，你不过是那阴沟里的老鼠，哪里能入他的眼？既如此，你也别在京城爱2银子，你把店铺卖给我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别再出现在他面前。我们两家已经在谈婚论嫁了，我不希望我未来的夫君跟你一起成为别人的谈资。还是到了这一日了。说实话，贵女算是厚道，我的铺子成本不足500两，她却肯出1000两银子。有了这1000两银，我就能找个离京城远远的地方，买上数百亩良田放租子，从此衣食无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公孙玉，你放我下来！你带我去哪儿？放我下来！你追来干嘛？秦方好，你没有心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你都要成婚了，到底是谁没有心？谁要成婚？那位贵女，她说你们两家已经在谈婚论嫁了。她是崔公子的妹妹，不是我的未婚妻。她说我是阴沟里的老鼠，配不上你。谁是明月？谁是阴沟里的老鼠？我身陷花楼，连求死都不能的时候，你至少是自由之身，你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养活你捡回来的弟妹妹。那时我连开口说喜欢你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是明月，我是阴沟里的老鼠，我能起伏靠的全是你。你治好我的伤，你劝我不要放弃，你悄悄帮我求来万民伞，让我不必带着污点回朝堂。那时候，你就是我心中遥不可及的明月。我是被明月照拂的老鼠。秦方好，你要逃到哪里去？你弟弟以为我辜负你，要欺师灭宗，为你鸣不平。你妹妹哭红了眼，说再也不认我这个义兄。你放心他们吧。还有你那些欠条呢，我还没还债，你跑什么？公孙玉，你值得更好的。这世上还有谁比那个骂我要死别浪费金豆子的秦方好更好？那些债，我用1辈子来还，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，得2辈子。